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今天是3月13号星期六。昨天呢，拜登签署了他的 1.9 万亿的纾困金法案，然后呢，那他也举行了一个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去夸耀他的这个法案有多好尽管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是严格的按党票投票进行的，就是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投赞成票，而且他在发言的时候，后院站的是他的副总统 Kamala Harris， 然后站的是 Schumer， 还有这个 Nancy Pelosi， 都是民主党人，就是没有一个共和党人为他站台，站在他后边支持他，所以就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而且他这个所谓的 1.9 万亿纾困方案，我们也说过，只有 9% 的钱是用于纾困金的这个支票的，然后 1% 是用于相关的新冠的救助的，那 90% 都是所谓的猪肉桶，就是各州的议员把它瓜分了，用于填补很多蓝州的这个赤字的，所以就这么一个猪肉桶的方案，他在全国的电视上去夸耀。那当然他的视频放在油管上，不管在哪个台点彩都比点赞高，而且高出好几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法案。那当然实际上他的这个演讲我全程听了就没有一点欢欣鼓舞的意思，他而且是充满了威胁。他一再的强调说疫苗，如果我们美国人自己不去打疫苗，或者是不劝服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去打疫苗的话，那你就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独立日的一个节庆，就是欢庆。那大家都知道独立日是一个很大的节日我们一般要在后院做烧烤或者是在沙滩上或者公园里，或者是到一个场所去看这个独立日的这个烟火那是大家聚众 party 的日子。那他说如果你们都不去打疫苗的话，那很可能我根本就不会开。那当然即使是打了疫苗，那 Dr. Fauci 也说那也不一定开，那得看一步步的怎么样，具体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就是所有人说的话就是说，首先你必须去打疫苗，要戴口罩，要保持社交距离，你才有可能有一个好的独立日的假日。但是就算你做到以上所有的，是不是能够彻底保证，他说他也不敢担保。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所有的调子都是非常悲观的，再加上他的这个迟缓的动作你看他演讲完之后离开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个80岁的老人的一个蹒跚的脚步，我感觉这个 Kamala Harris 恨不得都要上去扶他一把了。那拜登也说了，他说接下来他会去4个州去巡游，夸耀他的这个 1.9 万亿的这个法案，要亲自和美国人面对面的沟通。有鉴于此，那 Fox News 的这个 Tucker Carlson 就特别的不满，他说你在跟谁说话呀？我们美国是自由的民族，你怎么敢告诉我们说和谁一起过独立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视频。 His plan consisting essentially of vaccines and more vaccines. By May, he said, there will be enough vaccines for every person in America. The military will give you that shot. And if you take that shot, things potentially could get back to normal. No mention all of the people who might not want to take that shot. But the president said, if you take that shot and wear your mask and listen to Dr. Fauci, it is possible, not assured, but possible,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gather in small groups with the ones you love for the 4th of July. We might have to rescind that right, but it's possible if you're obedient, you'll get it. Who are you talking to? This is a free people. This is a free country. How dare you tell us who we can spend the 4th of July with? 那当然自从 Fox call in 了这个 Arizona 之后，其实很多 Fox 的忠实的观众就已经离开了他，那他的收视率一降再降，降了20%多最低降到40%多，所以那 Fox 也派了公关团队去试图挽救，那也炒了一个 decision desk team， 但是其实也于事无补，因为你的台的这个基调决定了你的观众是怎么样的。那当然在上周的时候，那 Rupert Murdoch 的长子就是 Lennox Murdoch， 他就公开的对媒体说 Fox 将会成为 loyal opposition to Biden， 就是会成为拜登的忠实的反对派。那这个 Murdoch 的长子 Lennox Murdoch 实际上是现在 Fox News 的 CEO， 所以那他其实就是出面来表了一个态了，因为上个月实际上 Murdoch 从他疗养的这个我记得是英国就飞回了美国，试图挽救 Fox News 的这个颓局那当然也是为了打疫苗还有重振士气
那这就是被视为 Fox 试图在赢取更多的保守派观众的一个举措。那不管怎么说，其实 Fox News 的几个主持人，像 Tucker Carlson 还有 Sean Hannity 还有 Judge Jolene 还有这个 Levin， 其实都是非常坚定的保守派哈。我昨天在节目中有讨论过，就是这个疫苗也好，口罩也好，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或者它的相关性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CDC 也好，或者是 Dr. Fauci 也好，他们反复的论调告诉我们的似乎是每一个都不保险，每一个又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可以看他说 Dr. Fauci 以前说不戴口罩，对吧？他说戴口罩也防止不了新冠，而且最多阻止一些这个小水珠，但是于事无补哈。我们可以看一下。 Right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should not be walking around with masks. You're sure of it because people are listening really closely to this. Right now, people should not be walking. There's no reason to be walking around with a mask. When you're in the middle of an outbreak, wearing a mask might make people feel a little bit better, and it might even block a droplet, but it's not providing the perfect protection that people think that it is. 然后当然他现在又说要戴口罩，而且要戴2个、3个、4个、5个，反正尽可能多戴。到底戴口罩有没有用呢？如果有用的话，为什么要戴2个？那当然假设1个有用的话，为什么要戴2个？假设2个有用的话，为什么要戴4个？假设4个有用的话，为什么要戴5个？就是你可以一直这样问下去。假设 OK， 我们说戴10个口罩有用，那为什么不做一个口罩有10个口罩的防护功能？这个到底难度有多大？还是说如果你戴了10个口罩，你基本上就憋死了？所以实际上戴口罩有用就是个伪命题，对吧？我们只能这么去理解它的这个所谓科学的这个谈话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疫苗，那他又说打1针疫苗不够，那打2针，2针疫苗很可能还不够，还要打3针。那打了3针有没有用呢？那结论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允许2个已经打过疫苗的人在一个室内去相处，或者是不戴口罩的相处。那意思就是说，合着打完疫苗还没有戴个口罩管用，是这个意思吗？还没有戴口罩或者社交距离管用。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打疫苗？我现在不是在讨论说疫苗还是口罩还是社交距离到底哪一个更管用，他的所有的这个说辞就是我们不拿他早期的，就拿他现在的说辞来看，我们会觉得说到底哪一个更管用，对吧？既然疫苗这么有用的话，为什么我们打了疫苗还得戴口罩？那口罩都比打疫苗还管用，那我们为什么要打疫苗？我们直接戴口罩不就行了吗？或者如果社交距离管用，那我们为什么要戴口罩？所以你看，你总有一个标准在那。你既然是个科学家，既然是个 doctor， 你必须要有一个 fact， 或者要有一个 data， 要有数据的，要有事实的。这个完全没有可以模糊的空间。你可以说，假设你打了疫苗的话，你可以不戴口罩，但是其他没有这个打过疫苗的人可能要戴口罩，或者他可能在打过疫苗的人旁边可能不用戴口罩，或者什么，就是你要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如果你3件事说出来都是互相矛盾没有逻辑的，再加上你前后的说辞都矛盾的话，那大家到底信谁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打疫苗也好，还是戴口罩也好，还是保持社交距离也好，有这么多的疑问的原因，就是他们是缺乏内在逻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民众会觉得他们的说辞不可信的原因哈。那当然再加上他们本身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所以他们的这些说辞让美国人觉得更加的不可信。那当然那 Fox News 的这个 Tucker Carlson 除了对拜登昨天的演讲发出了很强烈的责问之外，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拜登说我们要跟这个怀孕的飞行员特别设计孕妇的飞行服哈，还要提供军队的变性手术，所有的这些方针让 Tucker Carlson 怒不可遏哈。然后他就在这个节目中也抨击了军方的行为，就觉得说你一个在军中做变性手术的人怎么样保持军队的这个战斗力哈。之前川普总统就取消了这一块，就说奥巴马期间其实他们有说变性人可以在军中服役，川普总统就拿掉了这一块。拿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预算和战斗力哈。很多人就说那什么叫预算？实际上有些变性人他是没有做手术的。对 transgender 他分2种，一种是他可能说我是男人，可是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女性，但是我并没有去做一些去除身体器官或者是荷尔蒙的治疗。那有些人就是彻底的做了变性手术，或者是军队要支持他做变性手术所有的这些费用的。所以很多人之前对川普不满，就觉得他歧视 LGBT 群体，就是说那有些 transgender 是
不做变性手术的，他只是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男性或者女性。但是现在拜登提出来的就是说，你变性人，我军中可以提供手术这样的措施，那实际上就是鼓励了这些变性人参加军队嘛。那Tucker Carlson就说，那很难想象，那你的这个战斗力是怎么样保持呢？就算你不是在前线做这个变性手术，但是你做完手术要长期的荷尔蒙的支持，但是你在前线打仗，万一你丢失了，或者万一你在战斗途中你没有带过足够的荷尔蒙，那你不是还自己把自己这条命也搭上去了，是吧？川普政府当时取消这个变性人服役的关键的一点就是预算很多这个 LGBT 的人他可能自己做手术是个很昂贵的手术，他承担不起嘛，那他在军中服役的话，军中可以提供免费的性别转变的这个手术和治疗，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福利，他乐得参加军队，对吧？很多人就觉得说他们就是为了做这个免费手术而参军，当然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有这种可能性的。那现在其实拜登的这个措施就让很多保守派觉得说，你军中都是这样的话，那怎么保持一个战斗力，对吧？所以他 Carson 也对这边做了很强力的这个发言，足足有10分钟的这个演讲，我们可以截取看一下重点。Our military is the last functional institution of any size in this country. It's the last institution most people trust and respect. It i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A weak military means no country, period. So on Monday, when we saw Joe Biden pledge to bring a, quote, intensity of purpose and mission to really change the culture and habits of the U.S. military, we paid attention to it. Creating maternity flight suits. Maybe those suits have been around for a while, we'd never heard of them, but here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moting them at a press conference. And that phrase stuck out, not because we have some hateful bias against pregnant women flying military jets. We're pro-pregnancy, as we often say. We're also open-minded. Maybe pregnant women make the best pilot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measures everything, so there's got to be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is question. If the Pentagon can show that pregnant pilots are the best, we will be the first to demand an entire Air Force of pregnant pilots. The problem is we're pretty confident that Joe Biden hasn't asked to see those numbers. We'd bet money that Joe Biden never even thought to ask. The rest of us depend on the U.S. military to protect our families and protect the country itself. But Joe Biden doesn't see it that way. Finding the most effective military pilots or infantry officers or SEAL teams is not his priority. It's not even close to his priority. Identity politics is Joe Biden's priority. It's all that matters. Just this week,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at the Pentagon will pay for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 for active duty personnel. How do sex changes in the military make this country safer? That's not a trick question. It's not another volley in the culture war. It's the only question that matters, literally the only question that matters. But no one bothered to ask it, probably because no one can remember why the U.S. military exists. Here's a reminder. The U.S. military exists to fight and win wars. That's its only purpose. The U.S. military is not an NGO. It is not a vehicle for achieving equity. It's not a social experiment. It's definitely not an employment agency. Nobody has a God-given right to work in the military. No one does, and that includes all of us. Making people feel valued and included is a good thing. It is not the point of the U.S. military. It cannot be the point of the U.S. military, or else we're done. You hear politicians like Tammy Duckworth say that it's unpatriotic to question the Pentagon unless you have served in the military yourself. You haven't earned that right. Really? Can only cops talk about police brutality? If you haven't been elected to office, are you allowed to criticize Congress? They're not making a real argument. They're trying to silence dissent. Not playing along. Sorry. Every American citizen has a right, maybe an obligation, to know what the military they pay for is doing, because our lives may depend on i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never been more aggressively or openly political. Tonight, there are 2,500 American troops stationed in Afghanistan, and they remain there to prevent the fall of Kabul to extremist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5,000 troops in our own capital tonight, also as protection against extremists, meaning people who voted for the losing candidate in the last election. Judging by those numbers, the Pentagon is now twice as focused on controlling our own citizens as it is on controlling the Taliban. 为特定的怀孕的飞行员制作这个飞行服，那他的问题就是说，那除非你现在证明怀孕的妇女是
最好的飞行员。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一点的话，你为什么要一个怀孕的妇女去开飞机去打仗呢？美国有这么多的男人和这么多的女人，那为什么单单要这个怀孕的妇女去打仗呢？何况怀孕的妇女她有很多生理上的不适，对吧？她有些人说女人怀孕期间可能她的体能会增长，那只是在早期确实有数据证明，因为她的荷尔蒙可能有变化，所以有很多女的运动员她为了增加她的这个成绩，她就故意让自己怀孕，然后在早期参加了这个比赛，然后参加完这个大型的赛事之后他们又去堕胎什么，确实有这种说法哈。但是对一个身怀6甲的妇女来讲，怀孕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她可能跑都跑不动，当然她也许开飞机开得特别好，但是如果你能证明这一块，那拜登你不是特别讲科学的吗？如果你能拿出这一块的证据证明怀孕的妇女就是比所有的男人女人还是变性人开飞机都开得最好的话，那我们就毫不犹豫的要拿庞大的这个预算来给怀孕的妇女专门设计孕妇的飞行员的服装。但是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一点的话，那这个就明显的是一个身份政治嘛。一个军队它不是一个政治的宣传工具，它也不是职场，它也不是一个什么慈善机构，它就是一个军队。军队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战斗力，当这些国外的人要杀死我们国家的人的时候，那他们是唯一可以保护我们的人。但是你把这个防线建得这么的脆弱和所谓的政治正确，它很可能失掉了它的战斗力，失掉了建立军队的目的，这个是让美国人非常担心的。OK， 这是今天的报道，我希望您喜欢。如果您喜欢的话，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感谢您的收看，加油！